林头发财了，真的是石英脉，看这成色，绝对是3年难遇的富矿。这一排炮下去，光矿石起码这个数。兄弟们，把吃奶的劲儿使出来，这排炮放完，今年能过个好年。不对劲，这水的颜色。王叔，把裂缝宽度量一下，记在日志上。昨天裂缝才2毫米，今天快1公分了。坏了，出现龟背纹，说明岩层应力已经突破了极限，喷层在硬撑，矿洞随时都可能会崩塌。天宇哥，恭喜你，这一炮可是80万，等隧道贯通了，赵家上下谁还敢说你靠女人？婉清，这些年要不是你在身边，我都不知道自己能这么有决断力。天宇哥本来就有本事，只是以前被某些人压着罢了。等这次项目做完，你就可以告诉所有人，赵氏建设是你一个人的。全员注意，撤离长子面，立刻停钻，所有人撤到2上区。天宇哥，他这是要干什么？80万的矿说停就停，他是不是见不得你好？全员注意，撤离长子面，立刻停钻，所有人撤到2标区，爆破组停止装药，立刻撤离。林海棠，你发什么疯？赵总，岩层有异常，必须马上停工。异常？什么异常？我看好好的嘛。林头，拱顶裂缝超过10公分了，右侧拱窑也在掉块，再爆就塌了。马上带人去关长子面电源，把起爆线给我拆了，把炸药全部撤出来，气矿保动。气矿，林头，那可是80万的工期奖金，兄弟们1年的血汗钱啊！钱能有命重要吗？这是命令，立刻执行！给我住手！林姐，你是嫉妒吧？嫉妒天允哥自己也能拿主意了，不用靠你了是不是？林海棠，你算个什么东西？一排炮眼80万的矿，你上下嘴唇一碰就让老子废了！赵天宇，你疯了吧？让开，拱顶马上就要塌了。老子没疯，工程院设计的支固方案，你说塌就塌，你吓唬谁呢？我看你他妈就是嫉妒，嫉妒老子现在不用靠你了，嫉妒我身边有婉清。天宇哥，别生气了，姐姐可能有她的想法，毕竟她在这个行当里干了这么多年，总觉得自己说了算。他说了算？周工长，你他妈是死人吗？我是项目经理，赵家的公司我做主，现在我命令你立刻组织爆破组继续装药。林工啊，要不咱们再试试，拱顶支架设计余量还有，说不定能挺过去呢。这毕竟是80万的工期奖金啊，回去没法跟董事长交差。人都死绝了，你去地狱里跟他交差吗？听见没？周工长都说能挺过去。林海棠，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懂技术？赵天宇，那道断层的破碎带至少3米宽，上面几百吨松散岩台随时会拍下来。我现在不是在求你，我是在通知你。王叔，拿撬棍，给我把起爆线砸了！反了你了！林姐，既然你这么不配合，那我们只能公事公办了。林姐，我知道你一直看不起我，但天宇哥的决断，你不该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反对。签了吧，反正在你眼里，钱不重要，对吧？林头不能签啊，签了你这1年就白干了，连婚内财产都……周工长，按照安全生产法，在遭遇重大安全隐患危及施工人员生命安全时，现场安全负责人拥有最高指挥权。现在你是这个项目的施工工程师，还不下令撤离吗？我在隧道里干了30年，我知道裂缝代表着什么，可我女儿的学费怎么办？我的工作怎么办？我听项目经理的。林工啊，你就签了吧，赵总说的对，说不定能挺过去。好，很好。拿笔来。林头不能签啊！
确认交接时间，下午3点15分整。天宇哥，签好了。哈哈哈哈哈！看见没？这就是跟我作对的下场。林海棠，从现在起，你不是我赵家项目的爆破工程师了，你什么都不是。大刘、二刘，把这个被开除的违纪人员给我押到洞口材料库房去。都听见没有？把他关起来！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放他出来。赵天宇，你欺人太甚！林头是咱们的主心骨，你凭什么关他？他还是你老婆。很快就不是了。记住我的话，不管发生什么，带着兄弟们全部撤到安全区，绝对不要靠近长子面半步。林头，你保重。哈哈哈哈哈哈！天宇哥，现在没人挡你的路了。哈哈哈哈哈哈！今天本少爷就亲自给你演示演示，什么叫富贵险中求。周工长，给我输入最高权限密码，强制解除安全保护锁。赵总，这个密码按规定只能在紧急避险解除后才能。周工长，你女儿下学期的学费还没交吧？你在这个项目上干了15年，赵家待你不薄。这个项目是我赵家的，你他妈给我把密码输了！我还有2年就要退休了。这就对了嘛，早这样早完事儿了。今天本少爷就亲自给你们演示演示。天宇哥，天宇哥，你在哪儿？都别动，待在安全区，不要往长子面方向去。赵总，救命！救命！有没有人？我是赵天宇，赵氏建设的赵天宇，先救我！没事吧？待在原地别乱动，我去看一下其他人。快带我出去！隧道马上就要塌了，别管那帮球迷了，先救我！我们走，天宇哥，我们快走！那边还有重伤员，别管他，他一个臭打工的死了能赔几个钱？你知道我这条命值多少钱吗？说的是人话吗？林头，林头！我就知道你死不了。别哭了，长子面上还有谁？老马和老李还没找到，剩下37个，全在。我是县安全生产事故调查组组长，我姓孙。桃花岭隧道违章指挥导致大面积冒顶，
拱顶垮塌超30米，设备全部损毁。这是极其严重的危害公共安全罪，依法最高可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到底是谁下达的命令？是他，是林海棠。调查组同志，我们在掌子面发现石英矿脉，价值上百万。林海棠贪图那笔巨额特殊奖金，彻底红了眼。我不让他爆破，我告诉他岩层有问题有危险，可他根本不听我的呀。我可以作证，林姐她一直对天宇哥不满，觉得赵家亏待了她。今天下午她在掌子台上当着所有人的面吼天宇哥，说他没资格管他。后来她强行夺了权，逼周工长输了密码，自己把引爆杆推到底的。我拼命去拦他，结果被他一把推开。您看我头上的伤，周工长，你说话呀！你告诉调查组同志，是不是林海棠那个疯子干的？你们要是敢说半句假话，想想回去后赵家会怎么收拾你们。您女儿在大学里成绩不错吧？这学期的学费还没着落呢。女儿学费怎么办？下个月又要还款，我还有2年退休。好一个贪财不要命的疯子！来人，把那个叫林海棠的爆破工程师给我找出来，立刻控制。林海棠，你没死，掌子面塌得那么严重，你怎么可能没被埋？你怎么出来的？婉清，好久不见。这一巴掌打你忘恩负义，当年连钻孔数据都不会看，是我手把手教的你。调查组同志，他就是那个疯子，他要报复我们。赵天宇，刚才你们夫妻2人的精彩演说我听得一清二楚，是我图80万奖金，是我强行推的起爆杆。孙组长，我要实名举报这2个人。这份文件是送他们进去的第1张催命符。调查组同志，您别信他的鬼话，是他搞垮了我的隧道。你们刚才不是说林海棠是为了贪图奖金才去推梯岩爆杆的吗？那这份放弃全部项目奖金的声明怎么解释？下午3点15分整，我因为拒绝强行爆破，被赵天宇以最高权限当场罢免一切职务，签完字就被他派人押送材料库房，从外面用铁锁反锁。大刘和2刘就是执行人，你们自己说。是赵总让俺和2刘把林头锁进去的，门从外面反锁，钥匙在二狗子身上。赵天宇，我被反锁在距离掌子面300米外的铁屋子里，钥匙在你的人身上，而他方报警是3点35，我是怎么隔空去推起爆杆？我会穿墙术吗？那张纸是他伪造的，引爆器也可能是他提前破坏的。对，我没碰起爆杆，我真的没碰那个起爆杆啊！起爆器的推杆上用的是防滑橡胶套，今天上面沾满了乳化植药的油渍。你刚才自己亲自推的时候，戴没戴手套？立刻呼叫勘查组，去引爆控制台保护现场，提取推杆上的全部指纹和掌纹，马上！你大概不知道，指纹是直接物证，法庭上可以零口供定罪。完了，全完了。当时为了证明自己，你脱了手套，极其用力地推他起爆杆，上面印满了你的指纹和汗水。周工长，起爆系统有安全锁，如果不是当班工程师输入密码，安全锁根本打不开。你现在还不说实话吗？非要跟着他们一起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进去蹲10年吗？我交代，我全都交代。是赵天宇和这个女人逼我输入密码解除安全锁的，是赵天宇自己推的起爆杆。你胡说，我没有。周老狗，你敢卖我，我弄死你！同志，这是施工日志的电子备份密钥，全都是他们逼我干的。王叔，大刘，2刘，我是安全员，掌子面裂缝翻了5倍，林头下令撤人绝对正确。赵天宇拿42条人命当儿戏，我作证。林头被关到塌方后才被撬出来，根本没可能碰引爆杆。苏婉清还在旁边帮腔。我作证，我也作证，我们都作证。都怪你，我说了让你小心，你就是不听。调查组同志，我是被逼的，主意都是他出的，声明也是他让我打印的。苏婉清，你在长子面多次主动煽动冲突，并在调查中作伪证，你的行为已经构成共犯。海棠，我求你了，你救救我吧！海棠，我错了，我给你1000万，只要你愿意谅解。
你是我老婆，我们还可以重新开始。1000万，赵天宇，我当年嫁给你的时候，你什么都没有，是我帮你写技术方案，帮你拿下第一个项目，把研究成果赎了你的名字。我从来没要过1分钱，我当初要的不过是你能做一个对得起良心的工程师，但你做不到。你太想在他面前证明你不靠我也行，可惜你就是不行。赵天宇，严层从来不收你们这种人的买命钱，这辈子就在监狱里好好反省吧。婉清，你当年说想成为我这样的人，恭喜你，你永远不会是。孙组长，人赃俱获，带走。不要！林海棠同志，你师傅的事儿我听说过。10年前秦岭那起事故，卷宗我看过，当时我还是省里的助理调查员。那个案子最后的结论我知道，证据不足，无法追责。后来被赵家找人压下去了。你今天签到纸上的时间戳，替你师傅讨回来了。师傅，我替你讨回来了。老马腿保住了，老李也没大事儿。知道了。师傅，当年你缺的就缺那行字，今天我把这行字写上了。林海棠，现场勘查报告出来了，你的全部叙述与物证完全吻合，事故责任认定赵天瑜、苏婉清全责，你没有任何过错。省里已经收到报告。你们知道我爸是谁吗？是赵氏建设董事长。等我爸找的律师来了，你们所有人都得恭恭敬敬把我请出去。你说话啊！你不是最会说话的吗？你还觉得自己没错？赵天宇涉嫌扰乱公共秩序，严重失职违规，蓄意串供阻挠调查，3项案件合并审理核查。苏婉清共犯。在这里，钱不好使。放我出去！我不是犯人！你再说一遍，什么叫天宇被抓了？什么叫违章指挥？你知不知道桃花岭隧道可是我花了3个亿拿下的？还有那个女的苏婉清，她也进去了，她算什么东西？张局，是我啊，老赵。桃花岭那个事儿，您看能不能帮帮忙？是这样的，那个孩子年轻不懂事儿，给个机会嘛。还有他那个助理，张局，完了，我们赵家完了。董事长，这是国际保险公司的电话。赵先生，根据我方现场勘查和事故调查报告，桃花岭隧道塌方属于人为违规解除安全所导致的鹰犬生产事故，依据合同第41条免责条款，可不予赔付3个亿的保单。董事长，还有银行王行长的。赵总，贵公司抵押的银行贷款，现由于隧道主体损毁，责令贵公司在30日内提前偿还全部本息，否则银行将依法冻结贵公司的抵押资产。董事长银行的人还在会议室等着您签字，他们说今天不签的话，明天就冻结公司所有账户。3个亿的隧道，赵家3代人的公司，都是那个姓苏的女人害的。董事长。近日，桃花岭隧道重大安全事故调查结果公布，女爆破工程师林海棠在遭遇丈夫赵天宇及助理苏婉清联手违规指令后，在交接单上留下关键时间，成为案件中无懈可击的铁证。林头，你上电视了，他们都叫你时间车女神。业内人士称其为教科书级的自救操作。知道了。一定要看吗？
喂，爸，银行来电话了，说这个月生活费还没打，我和同学合租的房租也要交了。没事儿，爸想办法。周公，老王，老马腿怎么样了？保住了，走路得拄拐，命没丢。那就好，那就好。你呢？现在干什么？执照被吊销了，在县城找了个仓库看门的活。女儿把学校的宿舍退了，搬到城中村。老王，那天下午林头下令撤人的时候，我什么都看得懂，但我没站出来。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女儿学费，还有2年退休的养老金。我拿全队42条性命当赌注，赌那80万奖金能平平安安炸出来。我输了，差点害死所有人。老王，我没脸见林头，你帮我带句话，就说周工长欠全队兄弟一条命，这辈子还不上了。你这辈子也不容易。省里来的，林头，省里要给你颁奖安全生产特级模范荣誉勋章。我靠，省里林头牛逼！我跟着林头干了一辈子，我就知道他行。林头，你倒是笑一个呀！省里表彰，那是多大的荣誉！你这辈子受的冤屈，这回全洗干净了。知道了，明天我去省城。师傅，我替你去领奖了。有请桃花岭隧道安全生产特级模范林海棠。林海棠同志，有什么想对大家说的？我师父叫李建国，10年前秦岭隧道，他下令撤人，保住了全队，事后被撤职，被开除，被扣上违规操作的帽子。他想打官司，但没人给他作证，他缺的就是一个时间册。今天我替他拿到了。被告人赵天宇、苏婉清经合议庭合议，依法判决，判处赵天宇有期徒刑15年，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判处苏婉清有期徒刑7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林姐，我错了，我真的错了。终身禁止赵天宇从事建设工程相关行业。我要亲眼看着。我就是要亲眼看着这2个人被定罪。师傅，结束了。曾承建桃花岭隧道的赵氏建设工程公司，因隧道塌方事故被认定全责，保险公司拒赔后资不抵债，于昨日正式宣告破产。公司董事长赵某在签完最后一份资产转让协议后突发心梗，目前仍在重症监护室。其子赵天宇及其助理苏婉清已于上月分别被判处15年和7年有期徒刑。师傅，我接这活了。林总，咱们的新设备真特么气派。你不是退休了？等这条隧道干完再退。你说的，贯通那天第一个让我进洞看。林头，哎，不对，林总，这机器比桃花岭那个大1圈儿。王叔，通知全队兄弟进洞。这个区域数据正常，岩芯含泥化岩层，
本段掘进减半，每5米布施超前探孔。林总，设计院图纸标注这段是2类未回，稳定性本是达标的，要是掘进速度减半，整体工期根本扛不住。是啊，林总，数据我都看过了，没异常。您是不是有点太谨慎保守了？明天我带你下隧道实地查看。现在散会，按我的方案执行。看到这条缝没？什么颜色？灰色的。灰色是岩粉，代表岩层新开裂，还没渗水。黄褐色含样化液，灰绿色是断层泥渗水，属于破碎带核心征兆。一见这个颜色，不用等裂缝变大，立刻撤人。小子，林头这条命就是从岩层嘴里抢回来的，听他的，错不了。超前探孔打到38米，突然空钻，女水从钻管缝隙涌出来，压力很大，我们立刻封了钻。这个溶洞设计院的地质图上根本没有，直径最少10几米，跑不掉。绕过去怎么样？绕行大概增加8000万成本，3个月工期。3个月，上面追责谁扛？不改线，穿过去。备勤组跟我下井勘察，天亮前出方案。林队，太危险了，溶洞情况不明，我跟你一起下井。你留在地面，如果明早8点我没上来，把我的施工日志交给设计院，里面写了备选方案。方案定了，就按施工日志推进，不改线，穿过去。穿了，林总，穿了！林总，你怕过吗？我怕过的事儿，早就过去了。我钻了40多年隧道，这是第一次，第一个进来看，值了，这辈子值了。学技术之前，先学看岩层，岩层不说谎。灰色是岩粉，黄褐色是氧化气，灰绿色是断层泥挤出来的水，不用等裂缝变大，直接撤人。林总，我爷爷也是隧道工，他说你们那代人命都是系在裤腰带上的，您觉得人活着就为了争一口气是吗？好好学技术。他跟你说过同样的话，他跟每个人都说一样的话。我知道，但我是唯一一个问了问题的人。喂，孙组长。海棠，几个消息：赵天宇在监狱里表现恶劣，参与斗殴致人轻伤，加刑2年。苏婉清在里面表现倒是不错，申请了减刑，没批。赵董事长上周在医院去世了，赵氏建设彻底没了，赵家从这个行业，从这个城市彻底消失了，不是任何人报复的，是他们自己把自己埋进了亲手挖的坑里。林头，见字如面，我的腿走路越来越难了，走几步就得拄拐歇一歇。但我每天都让我老伴儿推我去县城的公园坐坐。我跟过一叫林海道山，他救过我的命。我逢人就说，我现在看到山就会想起你。林头，你还记不记得那天在库房里，你一个人坐在黑漆漆铁屋子里，外头几百石头刚刚塌下来，你当时在想啥？我在想你欠我的那顿饭。林头，那年在秦岭，你师傅走是顶尖的，就是心太软。师傅，我替你拿到了。这个我用不着了，放在你这儿吧，就当是个念想，提醒我自己以后不要再把人生的底牌交给任何人。站住！林总，我忘了，我就走几步路。安全第一。学技术之前，先学怎么活命，这是你们林总教的。林总 ，K5+300段的地质预报出来了，您看一下。林总，我能跟您说几句话吗？我申请从技术部调到您手下的掘金组，不是坐办公室那种，是真正下井的那种。你爷爷是隧道工？是。他在秦岭干了一辈子，后来肺不行了，走的时候我正在考大学。他最后跟我说的一句话是：别干这行。那你还来？因为我想知道他在什么样的地方过了一辈子，也想看看您这样的人是怎么把命系在安全帽上还能活下来的。明天早上6点洞口集合。林总，您又收徒弟了？给他准备一套最小号的工装，他的身板跟你刚来的时候一样。今天不教你技术，教你一句话。岩层不说话，但他随时在告诉你真相。你听，他在说什么？水在往外渗，声音很小，像什么？像喘气，喘不上来气的那种。对了，岩层在喘气，说明压力在往这个方向集中。
今天这道缝只有头发丝细，明天能裂成1指宽。你爷爷当年在下井的第1天，就学会了听这个声音。林头又收徒弟了，小姑娘，你运气好，咱们林总这辈子就收过2个正经徒弟。另一个是谁？苏婉清。走吧，该讲第2课了。林头，你怎么来了？路过，来看看你。你肯定有事儿，你这个人没事儿从来不串门。没什么大事儿，收了个新徒弟，女的。我就知道，你藏不住事儿，像你师傅一样。你嫂子包的，尝尝。我这腿不行了，但嘴还行。比王叔包的好。那是，老王那个手艺，喂猪还差不多。林头，那年隧道塌了，瘸了1条腿，我以为我这辈子就完了。是你给我打了个电话说，老马，腿断了还能活，人只要活着就还能晒太阳。我现在天天晒太阳，晒着晒着就想明白了，人能活着就什么都有。队里兄弟们凑的不多，给你买把好拐杖。这帮兔崽子。林头，看看我新养的猫，叫小柿，柿子树的柿，每天吃饱了就睡，比你们这群钻地洞的舒服多了。猫比你好看。胡说，我年轻时候也是队里一枝花。林总，省里来人了，说要见您。哪个部门的？不是部门的，说是什么国际隧道协会的，还有一个翻译跟着。让他们进来。林总，国际隧道协会今年在瑞士召开年会，您主持的那个溶洞穿越项目被他们评为年度最具挑战性的成功案例之一，他们想邀请您去做专题报告。报告什么？关于极端破碎带隧道掘进的风险控制。他们说您那份施工日志里的支护方案，解决了国际上同类地质条件下的一个技术空白。什么时候？下个月，机票和住宿他们全包。能带一个人吗？您要带谁？我徒弟。可以，承办方允许带1名助手。去办护照，下个月跟我去瑞士。怎么了？你脸色好吓人。林总说带我去瑞士。瑞士吗？去干什么？去听报告，国际隧道协会年会。你清醒一点，他带你去瑞士，说明他认你了。他这辈子就认过你这么一个徒弟。爷爷，我要去瑞士了，跟林总一起。国际隧道协会的会议资料，他们提前发过来的。你今晚看完，明天早上给我汇报要点。林总，查字典，不会的词查完记下来。如果明天早上你说的要旨和实际内容差距超过30%，你就不用去瑞士了。知道了。资料室隔壁是茶水间，今晚不用睡觉了。坚持，爷爷教的。林总，到了那边别光顾着开会，记得吃他们的巧克力，瑞士巧克力有名。大刘哥，林总是去参加国际会议，不是去逛超市。都一样，反正咱中国人走到哪儿都得吃饱。林总，这是溶洞穿越项目的全套技术资料，我和小雨已经翻译成英文了。你做的啊？我和小雨一起，他负责查术语，我负责排版，熬了好几个晚上。走了，放松点儿，
报告是我讲，不是你讲。我怕给您丢人。你爷爷在秦岭干了一辈子，没人给他颁奖。你能站进那个会场，不管讲不讲话，都已经是替他站了。林总，这水也太清了。我们隧道里排出来的泥浆，要是能变成这样就好了。瑞士的山和我们的山一样的，都是用隧道钻穿的。山不认国籍，只认技术。林总，你以前出过国吗？第一次是跟师傅去挪威，那时候我跟你一样大。师傅站在挪威海峡边上说了一句话。什么话？他说总有一天，咱们国家也能造出诺奖级的隧道来。走吧，该去会场了。明天你坐在第一排，看我替你爷爷，替你师傅，把这话说出来。The next speaker is from China. She presided over the Karas Cave Crossing Project and completed the world's longest single tunnel excavation under extremely broken zone conditions. Please, Miss Lin Haitao. "2 months ago, I stood in front of this cave for 4 hours. My technical team leader asked me, go around or go through? Not because we're brave, but because before we drilled 60 that advanced bow holes. Each bow hole is a word spoken by the rock formation. We strung together Sukchisi words and understood a complete story. They are my brothers. This tunnel wasn't drilled through. They crawled through it on their knees, braving falling rocks, meter by meter. Thank you. 林博士，您那个手绘户户方案是我见过最纯粹的地质力学直觉。我在阿尔卑斯钻了30年隧道，从来没见过这么大胆的构想。你师傅是不是姓李？李建国。20 years ago, he came to Norway to inspect our tunnel. He said something. He said that one day his apprentice will stand on this stage. You are that apprentice, aren't you? He is watching from above. 那个溶洞段的喷层厚度为什么选8厘米而不是10厘米？我算过，10厘米的安全数要高出30%，但您选了8厘米。Dr. Hans, she's asking why we chose 8 centimeters for the Shatung section instead of 10. She says the safety factor would be 30% higher with 10 centimeters. 太对了，他的问题太对了。8 centimeters is the optimal solution that balances safety factors and construction efficiency. 10 centimeters would actually increase the risk of shot point layer falling off due to its own weight. Dr. Lin, how long has she worked under you? 4 months. 4个月前他还不是隧道人，这个问题我手下的博士工程师都不会想到。在任何人面前，你都有资格问问题。你爷爷在秦岭问了30年，才保住了全队的命。Thank you, Professor Hans. I have a second question. 你拍了100多张照了吧？我给我妈发，给你爷爷也发一张。我爷爷，这是你爷爷当年在秦岭的施工日志，我师父保存了一份，后来到了我这里，现在该还给你了。你一直知道我是他孙女？你第一天来报道，看到你档案上的家属栏，我就知道了。你爷爷当年在秦岭隧道塌了3次，他带人把弟兄们从碎石堆里刨出来，自己断了2根肋骨。后来他跟你说的那句话，不要干这行。他说这话是在保护你。现在呢，你能保护别人了吗？林头，我发现退休以后，烟不那么想抽了。好事？不好，说明我老了。老马走了，上周。肺癌，他儿子说走得挺安详，在椅子上晒太阳睡着就没醒，手里还攥着你给他那个信封，没拆。这个信封他用半年了没拆，说要留到过年给孙子包压岁钱。
结果还没过年就走了。他跟我说，只要能晒太阳，就什么都有。他最后是在太阳底下走的。是，睡过去的，脸上还挂着笑。老马那条腿是替我断的。他那天本来该往左跑，但他挡在了我身后。他知道，他从来不后悔。他跟我说过，跟了你是这辈子最大的运气。马老先生的遗嘱很简单，他有一笔存款34000块钱，分成4份，儿子1份，女儿1份，老伴儿1份。第4份给桃花岭隧道老工人互助基金。他说，我这辈子没给兄弟们留什么好东西，就这点钱，给后面的小兄弟们买几个好安全帽。林公，老马走之前让我给你带句话。您说。他说，林头，我这条腿换你的命，不亏。嫂子，老马欠我一顿饭，现在还欠着，您替他保管着，什么时候我想吃了，我来您家吃。这是他冻的饺子，最后一顿，让我留给你。老马出了第一笔钱，3万4，这笔钱我不管，由工人自己管。章程核心3条，第1条，所有在隧道里受过伤的正式工人，每年可申请补助。第2条，因公肢残失去劳动能力的，基金每月发放基本生活费。第3条，工伤工人的子女考上大学的，基金出学费，直到毕业。林总，这个基金谁出钱？项目部出？项目部出一部分，我个人出一部分，剩下的每个在版工人自愿出，每人每年不超过500。基金账户由工人代表独立管理，项目部不得干涉。这不合常规，工人自己管钱，万一出了问题。你以为老马的规矩是什么？他最后几年腿瘸了，冬天一个人守着透风的工棚，没人给他报暖气费，他把3万4省下来留给了不认识的小兄弟，谁查他的账？我自愿捐，每年500，从我工资里直接扣。我捐，我也捐。这个红包老马留了半年，里面有920块钱，他没舍得花，今天这920块钱放进去。林海棠，有几个消息。苏婉清在监狱里上个月申请了心理辅导，诊断结果出来了，重度抑郁。她在里面待了快4年，2次减刑申请都被驳回，开始绝食。昨天在监房里撞了墙，人救过来了，但她拒绝治疗。她说要见你一面，还说死也要死在林姐面前。还有别的吗？赵天宇在里面又加刑了。聚众斗殴，把同监数的人打成脑震荡。赵家的老宅上个月被银行收走，赵董事长的骨灰存放了1年多没人领，远房亲戚谁也不愿意接手。骨灰堂给他儿子发了最后通知，赵天宇在里面签了字，放弃领取。知道了。你是不是想问我要不要去看苏婉清？我不会问，我知道您不会去。你觉得我狠吗？我曾经觉得，后来不了。我爷爷说，隧道这行软心肠的人干不了，不是心变硬了，是知道什么时候该软，什么时候不该软。这句话是你爷爷教你的？不是，这句话是在您手下待了半年以后，我自己想明白的。苏婉清曾经也是一个眼睛很亮的女徒弟，她进隧道第1天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林姐，我想成为你这样的人。”她说了，但您做到了，她没有。小雨，一个人这辈子说出来的话不重要，做出来的事才算数，记住这个。老王，你不是退休了吗？还穿这身去哪儿？去省城看个病人，哪个病人值得你跑一趟？年轻时候的兄弟在里头蹲着呢。
你是周德生的什么人？工友，20多年的老工友。老王，你怎么来了？来看你，顺便给你带点东西。你嫂子晒的柿饼，茶叶是我自己喝的，不太好，但比你们里边的强。老马走了，你知道吗？知道，走的时候在太阳底下，挺好。老王，我出来以后还能回隧道吗？执照吊销了，这辈子不许进洞了。但你要是愿意，等出来了来我这儿，我院子里缺个搭柿子架的帮手，管吃管住。老王，那天下午林头下令撤人的时候，我什么都看得懂。我没站出来，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那42个兄弟。老周在里面好好的，出来以后来我院子里晒太阳。林总，监狱那边转过来的，苏婉清写给您的，放那儿。您不看吗？林姐，我在里面快5年了，减刑一直没批。狱警说我写思想报告可以加分，我写了100多份，不知道他们看了没有。前几天医生给我开了一种药，吃完以后能睡着。我会梦见隧道掌子面上的灯光，梦见你教我认钻孔数据。你说婉清，女孩子干这行不容易，但干好了比谁都硬气。林姐，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一开始只是想往上爬一点点，然后是想把你踩下去。我现在每天吃药，吃了药就想起来你教我认钻孔数据那天是3月12号，白的粉笔画在黑的石头上，你写了一行字：严曾不说谎。林姐，严曾不说谎，我说了一辈子谎，现在没有一句真话能说出口了。林姐，我不求你原谅我，我就是想问一句，你教我的那些还算数吗？林总，你要回信吗？不用回，他已经知道答案了。苏婉清，你的减刑申请又被驳回了，刑期还有2年003个月。你目前的心理评估等级仍然不适合提前释放。我写了100多份思想汇报，我们看了，写得很认真。我以前特别怕天黑，在隧道里的时候，灯一灭就害怕。现在不怕了，因为这里的天从来没亮过。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3月12号。什么？没什么，就是想起了很多年前的一个日子。赵天宇，你的加刑裁定下来了，聚众斗殴致人轻伤，加刑2年，加上原来剩余的刑期，总共还有12年。我爸呢？我问你，我爸呢？赵天宇，你父亲的骨灰你已经签字放弃领取了。放弃了，我签了字。富贵险中求，险中求。林组长，36个炮眼全部检查完毕，已报线已连接。大刘哥，林总今天不来吗？林总说让你自己来，他说他当年第一次独立爆破的时候，师傅也没来。全员撤离掌子面，起爆倒计时10秒。这一次的爆破效果很好。林总，爆破完毕，端面质量甲级，试爆成功。知道了，回来写日志。老周，春天把柿子苗种上，3、5年就挂果了。3、5年，我这把岁数还等得到吗？等得到，人只要活着，什么都能等到。老王，我在里面这几年，每天晚上都梦见隧道，
梦见掌子面上的灯光，梦见临头下令撤人的声音，梦见我按安全锁密码的那个瞬间。我女儿毕业了，在省城找了工作，她没告诉她同事，她爸坐过牢。慢慢来，日子是往前过的。这个海峡隧道项目全长38公里，是真正意义上的深海公路隧道，穿越地层，包括淤泥、流沙、破碎档3种极端地质。我们需要一位总工程师林海棠同志，省里点名推荐您。给我1个星期，我带团队把全县地质预报做出来，能做我就接，不能做我会推荐比我能做的人。好，就1个星期。这里是淤泥层，厚度超过100米，你们觉得最大的风险是什么？涌水。淤泥层下面还有高压水囊，一旦钻破，会形成泥石流。还有一个风险，淤泥层和下面破碎带的尖面是应力集中的断层，如果我们用常规支护会怎么样？会塌，不是掌子面塌，是整条隧道被淤泥层从上面压垮。所以不能沿界面走，要从破碎带中间穿，用加密喷层加固。你把你刚才说的写成可行性报告，明天早上交。你没有几个小时了，抓紧。项目组经过7日地质分析，得出我们有3个关键技术难题要攻克。第一个，淤泥层下的高压水囊必须提前泄压，不能硬钻。第二个，破碎带与淤泥层的尖面要垂直穿过破碎带，用加密喷层加固，不是掌子面塌，是整条隧道被淤泥层从上面压垮。所以不能沿界面走，要从破碎带中间穿，用加密喷层加固。你把你刚才说的写成可行性报告，明天早上交。你没有几个小时了，抓紧。项目组经过7日地质分析，得出我们有3个关键技术难题要攻克。第一个，淤泥层下的高压水囊必须提前泄压，不能硬钻。第二个，破碎带与淤泥层的尖面要垂直穿过破碎带，用加密喷层加固。什么话他都欠，不用还了。知道了，我会转告。这都第5棵了，满院子都是你的柿子树。我女儿上个月带孩子来看我了，是个外孙，3岁了。她说：“外公，柿子什么时候能吃？”老周，你欠的那些钱还完了没？还完了，出狱2年就还完了。女儿帮了不少。她说：“爸，我不怨你，你把命留下来了，比什么都强。”我昨天给林头写了个信，没敢寄，写了好几页。最后只留了一句话，谢谢他当年让我签了那份交代，签完被定罪，可心里踏实了。林总，泄压成功，可以继续最近。干完这条隧道，您真退了？退。您舍得？当年我师父走的时候，把表留给我，说以后这行靠你们了。现在该我说这句话了。林头，你迟到了。隧道里开了个会，8年工期，最后2个月了。你80了，还抽烟吗？早戒了。那这盒茶对路。老周，菜全端上来。大刘、二刘别站着，坐。小雨坐你师傅旁边。林头，我干了一辈子隧道，跟过3个项目经理，你是唯一一个敢一个人在被反锁的库房里等死的。我老了，以后逢年过节你们别来看我了，太远。今天这顿饭就是你们这辈子最后一次吃老王的手艺了。干了。这条隧道
是你爷爷和我师傅一起干的。那一年，我刚从地院毕业。你那时候多大？23。这条隧道通了40多年了，当年打它的时候没有盾构机，全是封钻。你爷爷那时候是爆破组队长，每天第一个进洞，最后一个出来。我爷爷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他回家从来不提隧道。他不提，是因为他把最该说的话都留给岩层了。小雨，海峡隧道最后一段，下个月贯通，贯通之后我就退了。退休前陪你来看看这条老隧道，让你知道你爷爷当年打孔的地方，现在还立着。林总，海底淤泥层发生异常蠕动，超前探孔数据显示东侧出现新裂隙带。长子面，立即停止掘进。裂隙带规模多大？至少60米长，方向与隧道轴线夹角只有15度。如果裂隙继续扩展，可能引发海底涌水。林总需要立即注浆加固，全员撤出长子面，留3个监控计头，从裂隙带尾端反向注浆，先封住渗水通道，再加固破碎带。反向注浆风险很大，压力控制不好会扩大裂隙。我知道，所以我亲自盯。让大家回去睡吧，我守着。林总，40年了，从桃花岭跟到你，从你23岁跟到你60岁。你想说什么？想说，值了。林总，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儿就是被你骂。林总，最后一次起爆，请求您的批准。批准。全员撤离，贯通爆破倒计时10秒。起爆！通了，林总，通了！林总，你们迟到了9分钟。9分钟不算迟到，我们等你等了40多年。林总，请问您此时此刻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师父李建国没看到这一天，我徒弟看到了，这就够了。爷爷，你看到了吗？林海棠同志在隧道工程一线工作41年，主持和参与隧道项目17个，零重大伤亡事故。今天他正式退休。我师父退休那年，把这个给了我。他说：“海棠，以后这行靠你们了。”今天我把这句话重复一遍。林小雨，从明天起，你是海峡隧道运维阶段的总工程师。不给你，借你的，跟你爷爷打的那条隧道一样，用旧了，但还能走。林头，我老伴儿包的饺子，你最爱吃的馅儿。大刘，你也快退了吧？明年退了，去王叔院子里给他搭柿子架。林头，桃花岭那天夜里，你一个人守在被反锁的库房里，我一直想问你怕不怕？怕，但隧道人一辈子不就是在怕的地方钻一个洞，然后钻过去吗？走吧，灯关掉。林头，你退休了也不闲着。听说又去给新项目当顾问？顾问就出主意，不下动了。你这个人一辈子都不会闲着。这个缸子我用了40多年，每天跑查，以后我用不上了，给你。你留着，传给你孙子。孙子不干隧道，他干 IT。这个缸子到他手里就是个破烂，到你手里是个文物。老王这辈子没给后辈留什么钱，就留了一院子的柿子，还有这个缸子。林头保管着，等我走了，你喝茶的时候想想我。林头，你怎么来了？路过。老王柿子熟了，他让我给你带一带。我这个外孙今年考上大学了，学土木工程的，他妈气得要命。我说你外公就是因为土木工程坐的牢，你又学这个。外孙说
外公，我不是想替你翻案，我就是想知道你当年干的事儿到底怎么回事。你怎么跟他说的？我把全部告诉了他，从赵天宇怎么收买我，到林头你怎么让我签了交代。他听完以后一晚上没说话，第二天早上跟我说，外公，我还是要学土木。林姐，这个裂缝会变大吗？会，但我们现在看到了，就不会让它塌。你说林总会来吗？他会来。东西呢？林小雨，你们俩，一个是我徒弟，一个是我最信任的技术员。这个单子不只是交接，是你们两个对这条隧道发过的誓。没别的礼物，就这个，旧的给林头留纪念，新的给你们俩喝水用。很严重的关节炎。你以前干什么工作的？隧道工，钻了40多年洞。哎，你这个膝盖再不休息就要换关节了，换就换。我老伴儿说了，换个铁的更结实。互助基金可以报，你去申请。不申请，基金的钱留给有急用的兄弟，我这点毛病不算什么。林头，你别生气，我这个人就是这样，自己疼忍着，兄弟们疼不行。你现在就是那个兄弟，填表。老马，你人都走了，还管着老子？你在监狱里干了什么？抄写技术规范，还有画图。监狱里有绘图板。你的功底不错，谁教的？一个我在隧道里认识的人，他是个总工程师。后来我害过他。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因为我这辈子终于学会了不说谎。你有注册资质吗？没有，吊销了。但我可以从描图做起。明天早上8点来报到，先从描图做起，试用期2个月。3年前老马走的时候，我留了这个，一直放工装口袋里，今天还回来。老马，你喜欢晒太阳，我给你挑了块最向阳的，从早晒到晚。马叔，我是林德顺的孙女，我爷爷现在跟您在一个山头上了。你要是见着他，跟他说一声，他的日志我收到了。老马，我膝盖坏了，明年也要退了，退了天天来陪你喝茶，你别嫌我麻烦。你活着的时候戒烟，现在不管了，抽吧。桃花开了，去年开的少，今年多了2颗。林总，养护段发现异常渗水，可能是连接缝密封层老化。通知潜水组准备水下作业，我下去。林总，外面是暴雨，海况很差，所以我们更要快。漏水点不在平时，在最不该的时候来了。这是林海棠教我的第一课。师傅，我可以做到的。速战速决。终于结束了。处理完了，连接缝密封层局部老化，潜水组已经更换。有人受伤吗？没有。知道了，回去换衣服，别着凉。前2天他还在说，等柿子全红了，叫你们来吃。昨天中午睡着就没醒，走的时候手里还攥着那个搪瓷罐子，里面是没喝完的茶。这老头说好了，等我退了一起来晒太阳，就差半年。猫谁过养？外孙上大学走了，我一个人也没事儿，这院子需要人看。
老王说过一句话，人只要活着，就还能晒太阳。他是晒着太阳走的。最后一杯茶，算我请你的。隧道下井第一天，会有人跟你们说女孩子干不了这行，你们的回答是什么？能站在这里就是答案。你叫什么？叫马英。老马是你什么人？您怎么知道？你的档案上写着，你的推荐人是桃花岭隧道老工人互助基金，推荐理由有一行字：马德明的孙女。你爷爷在隧道里断了一条腿，他走的时候还给互助基金留了3万4，那笔钱现在在资助第4个女孩读大学。你是他孙女，能站在这里，你爷爷会欣慰的。好好努力吧。坐下了，开始上课吧。今天第一讲，在掌子面上听岩层说话。您找谁？不找谁，就看看。苏公，这套方案我做的。我知道是你做的，我是问是谁教你的？教我的那个人，我没资格提他的名字。通过。大刘哥，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40年头一回进隧道，却不用干活。大刘哥，你要是膝盖受不了就坐上去。坐什么坐？我就是爬也要自己走完。这段是林头带我们打的桃花岭，那个溶洞从正中间穿过去，全世界没人敢这么干。现在有了，挪威人和日本人都在学。小雨，林头把给你的时候说了什么？他说借给我的，有点旧了，但还能走。我今天有几句话要说。桃花岭隧道出事故的时候，赵天宇收买了我，改了安全记录，我签了字。后来林头发现不对劲儿，把我叫到办公室，然后给了我一份交代材料。我今天要是都睡不着觉。那天林头没有把录音笔交给纪委，他让我自己写交代。我写了3晚上，写完签字摁手印的时候，手抖得不成样子。那不是害怕，是知道自己做错了事，但还能给自己画个句号。林头，我女儿毕业了，在省城找了个工作。她没告诉她同事，她爸坐过牢。上个月她生了个孩子，是个外孙。外孙的名字我起的，叫周开云。开云是隧道人一辈子的名。开隧道，穿过山，见着云。师傅说，这只表是他师傅传给他的。什么事儿？林总，我有2个选择，一个是去日内瓦，国际隧道协会副会长4年，另一个是去川藏当总工程师10年。你想去哪个？我想去川藏，但是那就去。当年我跟师傅去挪威，站在挪威海峡边上，他说，总有一天，咱们国家也能造出诺奖级的隧道来。川藏路上那些山，有的比阿尔卑斯山还高。高海拔、高寒、高利路，3高地质，全世界没人能拍胸脯说能打穿。你问我该不该去，我告诉你，该去，因为没人敢打的山，总要有人第一个打。知道了，我明天出发，先去拉萨，再转车去项目驻地。海拔4003是吧？高原反应、高地裂还有应力爆发风险，设备要重新设计。我当年在挪威跟师傅学了一套预判方法，后来在桃花岭又改进了，我给你写到笔记里了。这是？里面是我这辈子记的所有东西。钻孔数据、支付方案、风险管理、注浆配方，还有最后一页。给林小雨，你爷爷在我师傅的隧道里钻过孔，你在我隧道里听过岩层说话，现在轮到你了。
哪位？海棠，是我，孙国栋。我昨天翻旧档案，翻到一张照片，是桃花岭隧道开工时候拍的。李建国站在最中间，你站在他右边。那时候你才23。照片背面有他写的一行字，他写的是海棠要平安。孙组长，那张照片能给我吗？我已经让人寄出去了，明天应该能到。谢谢。海棠，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当年桃花岭那个案子我查了3年，阻力很大，上面有人保照天谱，有人暗示过我再查去就退休了。那天我收到你寄来的那份交代材料，周德生亲手签了字的，我才知道有人在前面把所有路都铺好了。你这辈子一个人扛了多少？老王，你院子的柿子，周刚长每年还送，今年少了，老柿子树被虫子蛀了。周刚长说开春再给打药。老马，你孙女上次来培训，回去以后给我写了一封信，说她在工地上被人叫做小老马，她不生气，还笑。她说这叫传承。师傅，你说隧道人一辈子不在乎干多少年，在乎干成了什么。师傅，我干了这么多年，干成了一条海峡隧道，17条穿山隧道，还有一个徒弟。小雨比我强啊。压力值到了正常水平的几倍？3.2倍，还在上升。这块段有极高的地静量，随时可能小规模岩爆。知道了，全员撤到2标区，留我一个人和监控探头。林总，按规矩办。应力正在自释放，裂缝扩张速度在下降。林总，你觉得需要提前植固吗？不需要，他已经在自愈了，给他10分钟。你看，今天的晚霞很美。